看镜头。陈轩，快毕业了，我们一起合张影吧。好啊。我操，陈轩那个废物竟然跟林正浩那么亲近，要不然我找人收拾他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即将毕业，各奔东西。为了纪念大学时间这段友谊，我决定今天晚上请大家去天悦酒店好好吃一顿，怎么样？天悦酒店可是江城唯一一家6星级酒店呢，随随便便吃一顿就要好几万。郭少，你实在太大气了。也只有像郭少这么有实力的人，才能带我们见这样的世面呢。不像有些人，成绩再好有什么用啊？连去吃他吃个饭也要抠抠搜搜。陈轩，要不然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，毕竟你可能这辈子也没去过这么高级的地方。你放心，一切消费我来买单，不用你出钱。陈轩，我们一起去吧，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。梦妍这么期待，我还是别让她失望吧。或许今天以后，我们就是2个世界的人了。那我先回宿舍收拾一下，我待会过来。好。希望我这份毕业礼物，梦妍能喜欢。看到了吧，就是那个家伙跟郭少抢女人，待会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给我往死里打。靓仔，你放心，打人我们兄弟可是专业的。哼，是。检测到宿主签到系统正式绑定。签到系统，我是出幻觉了吗？刚刚到底是什么人打的我？梦妍，陈轩这人什么人啊？我们大家可都到了，就他一个人在那搞特殊呢。陈轩他只是有点事情耽搁了，我们大家再等等他吧。说不定他根本就不屑于跟我们这帮同学吃饭呢。他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看啊，他连郭少宁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呢，凭什么让我们大家都在这等他呀？大家快看，陈轩来了！陈轩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梦妍。陈轩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还以为你是不想跟我们这帮同学吃饭，故意不来呢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刚刚不小心摔跤了，所以来迟了。陈轩，你有什么事啊？要不然我带你去医院。梦妍，我没事。梦妍这么好的女孩，也不知道将来谁能有福气能和她携手一生。可惜，我是没这个资格了。这郭家资产超100亿，你怎么能拒绝郭晓东呢？爸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你说的不会是陈轩那个穷小子吧？妍妍，你们是2个世界的人啊！你要想和他在一起，哼，除非我死了。检测到宿主到达新地点天悦酒店，是否开始签到？我不会被打坏脑子了吧？怎么这种声音又是？请问宿主是否签到？哎呀，签到！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天悦酒店全部股权。天悦酒店全部股权？这是真的吗？这家全市最豪华的酒店，现在是我的了？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怎么，陈轩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陈轩，你是有哪里不舒服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只是头还有点疼。他可
可是个穷光蛋呢，要不是郭少您请客，他可能这辈子都没资格来这种地方，震惊也是正常的。不过陈轩，你一会儿进去可别到处乱摸啊，给我丢人！你们太过分了。陈轩他没有钱怎么了？他又努力又有实力，以后肯定会有光明的未来的。你们凭什么看不起他？现在这个社会，努力有个屁用！要有实力，要有背景，不然再怎么努力，也就是个牛马。哪里比得上我们郭少？罗校花，只有我们郭少这样的男人，才配得上你。哎，我也就只是比各位优秀那么一点点而已。不过，如果梦妍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一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天哪！哇，郭少又表白了，这也太浪漫了！梦妍，你快答应郭少吧。郭晓东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不喜欢你这个类型的。再说了，今天不是同学聚会吗？你要是再胡说八道的话，那我看我还是走吧。哎，梦妍，是我说错话了。同学们都饿了吧？走，我们上楼吃饭吧。啊！小姐都被骗了吧？这太漂亮了！这太漂亮！同学们都饿了吧？我们上楼吃饭吧。走。走吧，陈轩。哦，好。天哪，天哪！这就是天海包厢吧？哇，这也太豪华了！那是当然，光是这个包厢的最低消费就是10万块。除了我们郭少，谁还有这实力10万？我一年都挣不到10万块钱。郭少，你太厉害了！哎，给同学们花点钱也是应该的。大家赶紧落座，准备吃饭吧。好。哎，陈轩，我听说你好像在晨曦金融工作是吧？晨曦金融？是的，我是在晨曦金融实习。真的假的？晨曦金融可是我们江城最好的金融公司了。是的，能进入晨曦金融，哪怕只是实习，毕业后也会有很多大公司挖的。陈轩，你真厉害！实习而已嘛，又不是真的能留下来，这有什么好炫耀？郭少，您这么厉害，工作肯定比陈轩好吧？哎，还行。晨曦金融只不过是我们家的产业之一，我爸准备让我去当个总裁，历练历练。哎，陈轩，你们主管是谁啊？如果你求我，我可以看在梦妍的份上，让你留在晨曦工作。天哪，一毕业就当上总裁了，还是晨曦金融这么好的公司。陈轩，你还愣着干嘛呢？有这么好的抱大腿的机会，你还赶紧求求郭少啊！郭晓东这家伙肯定不会这么好心，拔着这小看我笑话。我觉得做任何事情还是要脚踏实地，靠关系注定走不长远。陈轩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梦妍，你可看到了啊？我好心给他机会，他不领情也就罢了，还在这阴阳怪气。我觉得陈轩说的没有错啊。再说了，凭他的本事，哪怕不需要求人，也能够留在晨曦金融。等陈轩实习期一到，我就把他开除，我看他凭什么留下来。有些人啊，注定就是要穷酸一辈子的。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，却不珍惜，真是高兴。算了，不说了，聊了这么久，我都饿了。服务员，点菜。
同学们，今天难得，不如我们开2瓶好酒庆祝一下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，这个天瑞酒店的红酒是从法国空运过来的，要不咱们点2杯怎么样？喝酒还是算了吧。怎么了，陈轩？我都说我请客了，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是啊，陈轩，大家今天好不容易聚在这里，你不要总这么扫兴好吗？那好吧，那我们就随便喝点吧。不过也没有必要点那么贵的酒，大家 AA 热闹一下就行了。啊 AA，你能 A 得起什么好酒？服务员，你们这儿最贵的酒是什么？先生您好，我们这儿最贵的酒是罗曼尼康帝，售价1瓶20万。20万？这这就是天悦酒店的消费力，1瓶酒要20万。那就2瓶罗曼尼康帝吧。这不算啥，天悦酒店可是江城最豪华的酒店，总资产超过30亿，20万1瓶的酒也不算得什么。哎，我听说天悦酒店的老板是一位神秘的年轻人，郭少，你知道他吗？刚刚那个什么系统说我就是天悦酒店的老板，难道这是真的吗？我也没见过，我只知道他姓陈。姓陈？不会吧？难道是真的？陈轩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我没事，我只是惊讶，原来这里的老板居然也姓陈啊！陈轩，一个姓而已，你有什么好激动的？难道你是天悦酒店的老板？难道你是天悦酒店的老板？啊！郭少，你真太幽默了，谁也不知道这陈轩就是个穷鬼啊，他怎么可能会是天悦酒店的老板？郭晓东，你别太过分了，陈轩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。居然还这么护着他！我今天不把他踩死，我就不姓郭。开个玩笑而已。陈轩，你不会连这点玩笑都开不起吧？啊？梦妍，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陈轩吧？你这么护着他，天哪，他怎么能配得上你啊？张美丽，你不要胡说，我只是看不惯大家欺负陈轩而已。再说了，陈轩他有什么不好的？梦妍真的喜欢我吗？可是我……卢同学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啊，陈轩。我好像脚扭了，别逞强了，我背你回去。这不太好吧？再磨蹭，雨更大了。来，上来吧。陈轩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下次下雨的时候记得看路。我这样的人，怎么配得上他呢？陈轩，你不要想多了，他们只是胡说的而已。
没事，我知道啊。飞轩，人家一个小姑娘端着2瓶酒，你还不会帮帮人家？天呐，先生，你为什么要撞我呀？这瓶酒可价值40万啊！我没有啊，明明是你撞的我呀！陈轩，你这可就没意思，我们可都看见了，是你故意撞的人家。对，我也看到了，就是你故意撞的人家。陈轩，你不会是看人家小姑娘长得漂亮，故意占人家便宜吧？陈轩，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恶心。对啊，先生，你的朋友们都看到了，就是你撞的我，所以这2瓶酒得你来赔偿。不对啊，刚刚陈轩都没有完全站起来，明明就是你撞倒了他，红酒才洒落到地的。这笔钱不应该由陈轩来付啊！这位小姐，我知道你是想帮自己的朋友，但是你也不能诬陷人吧？我为什么要撞这位先生啊？是啊，梦妍，我们可都看见了，是陈轩撞的人，不能因为陈轩是我们的同学，就让一个无辜的人背锅吧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凭什么？陈轩，本来说好这顿酒是我请的，可你故意撞碎，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。按道理，这酒应该你来掏钱。看样子，这是郭晓东故意设下的陷阱，就是为了看我出丑。是我做的事情，我不会推卸责任，但不是我的，别人也休想冤枉我。这里不是有监控吗？我要求查看监控，调查真相。这位先生，监控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看的，而且这么多人都看到了，你是想耍赖吗？40万可不是一笔小钱，陈轩，你要是咬死不承认的话，人家酒店可以报警处理的，是吧？而且执法队来了，可就不是赔钱这么简单。没错，这位先生，如果你拒不赔偿的话，我们酒店是可以报警的。等真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不仅得赔钱，还得坐牢呢。陈轩，你要是真抓去坐牢了，你这辈子可就完了，说不定你的毕业证也会被学校给收走呢。不要报警，不就是40万吗？我来赔。梦妍，没事，谢谢你。不过这件事情不能就这样过去，报警就报警，我就不信执法队来了还不能还我一个公道。这位先生，你故意捣乱是不是？这样子我可要叫保安了。保安，天眼包厢有人闹事儿，你们上来处理一下。陈轩，你就老老实实赔人钱又能怎样？你要是没有钱，我可以借你啊。现在好了，事情闹大了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天悦酒店可不是你随便能闹事的地方。怎么回事？什么人敢在天悦酒店来闹事儿？就是他撞了我，打碎了酒，还拒不赔偿。小子，敢来天悦酒店闹事儿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带走，交给执法队处理。不要放开我认识你们老板。我认识你们老板。住手！你让他说什么？你认识我们老板？对，我跟你们老板很熟。你们的值班经理呢？让他出来见我。现在只能希望那个什么系统说的是真的吧。你胡说什么呢，陈轩？你算什么东西呀？你怎么可能认识天悦酒店的老板啊？我跟他是同班同学，我可以保证，他就是个穷光蛋，不可能认识你们老板。好小子，到现在你还敢忽悠我？我看你不想活了！不管我有没有撒谎，等你们经理过来了就能见分晓。况且这里事情闹这么大，你们酒店难道不需要派个负责人过来处理吗？你说的有些道理。你去把王总请过来。40万的赔偿确实应该由王总来处理。
陈轩，你确定能处理得好吗？要不要我打电话给我爸爸，或许他能够处理呢？应该没有问题吧？这里不是有监控吗？我相信那个王总，他会给我一个公道的处理方式。陈轩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，陈轩，你这回可死定了！我可听说这个王总是眼里进不得沙子的人物，你骗他，可能会落得更惨的下场。真是晦气！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同学？大家一起吃个饭都吃不好。怎么回事？是谁敢在我们天悦酒店闹事？王总，就是他。这位先生刚刚在我上菜的时候故意撞我，导致2瓶罗宾尼颗粒摔碎了，还拒不赔偿。他还说他认识老板。哼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胆大包天。就算是认识老板，该给的赔偿也不能少。这位先生，你是你是？这下好，得罪了王总，整个云城都没有你陈轩的活路了。这位先生，我们王总来了，这下你总该赔偿了吧？也不知道他刚才在那犟什么呢，现在彻底把人给得罪死了，说不定还能连累到我们呢。陈轩，赶紧给他赔钱啊！我想知道刚刚到底是什么情况，监控应该可以帮我还原真相吧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监控可不是随便什么人想看就可以看的。把天海包厢的监控调到大厅屏幕，5分钟内我要看到完整画面。王总，不是这东西，你就这么服我的吗？啊！老板，实在抱歉，今天这件事都是我管教无方，我一定会严肃处理这个狗东西。没想到这个系统居然是真的，老板，我真成了天悦酒店的老板。怎么可能是老板？我瞎了你的狗眼！这是我们天悦的老板。老板，我错了，老板你饶我吧。是他，是这个人指使我的，他给了我5000块钱让我诬陷你。你胡说什么？谁给你钱了？老板，您过来吃饭，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我晚上下边人安排一下。不必了，我就是简单来参加一下同学聚会。你下去吧。好啊，陈轩，你挺会隐藏身份的，害我担心了这么久。抱歉啊，梦妍，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。那你不准备好好解释解释吗？没想到陈轩竟然是天悦酒店的大老板！天呐，陈轩，你该不会是尹氏豪门的大少爷出来体验生活的吧？陈轩啊，陈轩，没想到你还是个隐藏大佬。失敬，失敬。张亮，我刚刚听那个服务员说，是你找他来诬陷我。没有，陈轩，你误会了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谁让那个家伙真的拿那么贵的酒来碰瓷啊？陈总，我跟你道歉，以后大家在江城混，你可都要带带兄弟们啊。怎么了，陈轩？都是同学，开个玩笑而已，这个事儿还过不去了啊？今天这件事我记下了，之后你好自为之。好。狗东西，还给你装上了，看我不找机会狠狠收拾你！既然大家都吃的差不多了，服务员买单。这位先生，我们王总吩咐过了，老板吃饭不用买单，今天所有的消费全额免单。免单！哇，牛逼啊！陈轩牛逼！好啊，陈轩，跟我抢风头是不是？看我今天晚上怎么收拾你！
既然陈老板请大家吃饭了，那我也不能小气。这是我在皇家商 K 订的至尊包间，今晚咱们好好玩个痛快。皇家商 K， 我刷到过那个网红打卡视频，那里面厕所都镶着水晶呢。哎，梦妍，我们去吧，我们大家都一起去啊。陈轩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陈轩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陈轩，毕了业你就别摆谱了，我们大家一起去玩玩呗。难不成你现在是大老板了，我们这些老同学没资格和你一起玩了？还有陈轩，你突然变成了这天悦酒店的老板呢，你还没跟我好好解释解释呢，别就想这样蒙混过关。好，那我跟你一起去，到时候慢慢跟你解释。我们这么多人，估计要打好几辆车呢。刚好，我的车可以带几个人。你的车？哇！我的天啊！这是最新版的迈巴赫吧？顾少，你太有实力了！也就200多万而已，对200万，当个代步车200万，勉勉强强。姐，这是我刚买的新车，我希望你是第一个坐上这个车的人。哇塞！那我和陈轩一起吧。检测到宿主到达新地点迈巴赫车内，是否开始签到？在车上也能签到？是的，只要是宿主到达的地方，都有可能获得签到机会。签到。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劳斯莱斯1辆，宿主可以随时联系司机。郭少，人家也想坐你的新车，可现在没有位置，总不能让陈总打车去吧？啊？陈轩，你该不会要和一个女孩子抢座位吧？陈轩要是下车的话，那我一起下车，我们一起打车。没事的，梦妍。其实我是有车的。陈总现在可是大老板了，别提什么车了，估计连私人飞机都有了吧？喂，我在天悦酒店，你过来吧。陈轩，说你胖你还喘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还有专属的司机？哎，什么级别的车呀？不会是劳斯莱斯吧？哇，郭少，你看，那真是劳斯莱斯，整个江城也没有这么贵的车吧？而且还是最新款，价值最起码上千万，不知道是江城哪位大佬所建。劳斯莱斯？老板，老板，陈轩，这是你的车？梦妍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送你一程？那行吧，就给你这个机会。小心。哇塞，陈轩竟然有辆劳斯莱斯，这也太好了吧！有什么好装的？哇塞，陈轩竟然有辆劳斯莱斯，这也太好了吧！还专门请了司机，我看呢，肯定是从哪儿租来的车，真不错。
陈轩，你这变化也太大了。你这是毕业了，索性不再隐藏身份了是吗？莫言，如果我说我也有点莫名其妙，也行吧？我才不行呢！你又是天悦酒店的老板，还有这价值千万的劳斯莱斯，总不能是天上掉下来。其实和天上掉下来的还真没什么区别。你是不是真的像张美丽说的那样，是什么尹氏家族的人？是的，莫言，你真聪明。其实我也是因为刚毕业嘛，才陆续开始接手这些生意的。这或许是最好的一个借口吧。要是真暴露了系统的存在，莫言恐怕会觉得我是个疯子。可惜了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啊？哇！陈总，你找的租车行司机水平一般呢，差点就把我车给撞了，能赔气一把？郭晓东，明明是你故意别我们。哎呀，梦妍，这你可就误会我了，我就是正常停车，是吧，陈总？这就是全城最火的皇家商 K， 也不知道系统还会不会触发签到任务。检测到宿主到达，新地点皇家商 K， 是否开始签到？签到。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天龙财团10%股权。宿主成功签到3次，获得技能复制卡1张。天龙财团股权，还有这个技能复制卡是什么？宿主你好，天龙财团乃是夏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，资产超过1000亿。皇家商 K 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处产业，宿主后期可以通过天龙财团的其他产业签到，进一步获得天龙财团的股权。资产过1000亿，那这10%的股权岂不是价值100亿？那也就是说，我现在已经是100亿富豪了。是的，宿主。至于技能复制卡，是为了全方位提升宿主的能力。宿主可以通过复制任何一个现实人物的技能到自己的身上。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，不过暂时我还没想到需要什么复制的，先不用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宿主。陈老板怎么好像傻了呢？不会吧？作为天悦酒店的老板，你不会连皇家商 K 都没来过吧？我看呀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大老板。刚才那个王总，说不定就是他请过来演戏的。哎，这不是秦经理吗？郭少，他不会也是来欢迎你的吧？很正常，毕竟我可是皇家商 K 的白金 VIP， 有这种排面也很正常吧。田经理，老板好。老板，他是老板，他是老板。陈月怎么会是皇家商 K 的老板？郭少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知道？皇家商 K 老板背景神秘，谁都没有见过。不对呀，顾少，你刚才明明说了，你跟皇家商 K 的老板经常一起喝酒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你听错了吧？这个系统还真给力，我居然真的成了皇家商 K 的老板。所以，这皇家商 K 也是你家族产业的一部分。莫言，可能是吧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对不起，老板，刚刚不知道是年格同学来，已经临时升级成至尊宝箱了，已经准备好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也是临时起意，一切就按部就班行。好的，老板。陈轩，没想到你真成大老板了，跟你一比，顾晓东连个屁都算不上。就
是啊，陈轩，我就说嘛，我们班就陈轩最优秀，人长得帅又有钱，谁都比不过你。那各位，我们进去吧。今晚一切消费我买单。郭少，我真看不惯这个陈轩这么出风头。放心，今晚还有时间，我能。哼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毕业快乐！来，陈总，我敬你一杯。今晚咱们不醉不归。这个郭晓东又出什么幺蛾子？来，来，陈总，我也敬你一杯。来，我也想敬你一杯。啊哦，来。你们这是要灌醉陈轩吗？郭晓东，你太过分了！哎呀，梦妍，你这可就冤枉我了。我们只是想和陈老板亲近亲近。陈老板，不会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吧？原来是想要轮流灌醉我，不过你们怕是不知道我的酒量。不会，没事。来，干杯！陈老板大气，来来来，咱们再干一杯。别着急啊，陈轩，我有的是时间和你慢慢玩。陈轩，你别得意，我今天晚上非把你灌趴下不可。来，来，这小子有点邪乎。这他妈太能喝了，我操！哎，以前我也没发现这小子这么能喝。陈轩，你还是少喝点吧。梦妍，我没事，这酒我从小就当水喝的。郭少，你行不行啊？要不要我让你5杯？郭少，我去趟洗手间。莫哥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给你找医生？哎，狗东西活腻了，连老子的女人都敢摸。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敢动我？我管你是谁，整个江城就没有人敢动我的女人。来人，把他爪子打断。哎，等一下，陈轩，你快救救我！陈轩，我们可是同学呀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被打吧？小子，你要替他出头吗？陈轩，我可是你的客人，你不能看着你的客人被打吧？啊？你是皇家商 K 老板？没错，你现在给我道歉还来得及，不然等我同学发就废了。在我孙天狼眼里，整个江城我怕过谁？孙天狼？你是孙家大圣孙天狼？孙天狼？孙家可是江城首富啊！这下郭晓东彻底完蛋了。哎，陈轩，千万别管这事儿，会连累到你的。哦，孙大圣，是我一时糊涂，我喝多了，请你原谅我。
我们两家有过合作的，我爸是郭氏集团的郭振海。郭氏集团又怎样？在我孙天狼眼里，你算个屁。不过让我饶你一命也不是不行。这妞不错，让她陪我一晚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孙少，她是卢家大小姐卢梦妍。卢家怎么了？当我的女人，她不可。孙先生，你可别太过分了啊！郭晓东惹出来的麻烦，凭什么让一个女孩子来承担后果？怎么？你想英雄救美不成？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在你的店里，你就有跟我嚣张的资本。我分分钟可以教你做人。梦妍，要不你就从了孙少吧，孙少也不会亏待你的。郭晓东，你无耻！没想到你倒是个识时务的，很好。本少今天心情好，原谅你。谢谢孙少。孙少，这个陈轩平时和卢梦妍关系很暧昧，要想拿捏卢梦妍，你可以通过这个陈轩下手。啊！顾晓东，你真的很无耻！孙家乃是江城顶级豪门，能和这孙天狼搞好关系，一个卢梦妍，放弃就放弃吧。小美人，你就从了我吧。以你的身份，勉强有资格入我们孙家的门，指望这个废物是保护不了你。你看，他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。你要是不从了我，我就这样打断他的。我答应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识时务的。我得赶紧想个办法，不能让梦妍被欺负了。系统，我是否可以使用复制卡？叮，技能复制卡可用。请问宿主想要复制什么人的能力？我要复制一代武学大师叶问的武功。叶问武学可复制。站住！你不能带他走。你小子找死是不是？陈轩，你不要管我了。梦妍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放开他，你可以离开，要不然我保证你们都会后悔。好，很好，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既然你这么嚣张，你们给我往死里打！永春，你小子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小子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说过，有我在，你动不了他。妈的，我就不信你有多能打！给我一起上！是我出现幻觉了吗？这还是我认识的陈轩吗？居然这么厉害！这个陈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怕？陈轩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不是人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孙家大少，你要是敢动，我孙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陈轩，他说的没错，孙家的势力不是我们能得罪的。孙天狼，我可以放过，但你要保证，之后不能再对梦妍有任何其他的心思。
要不然我知道了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对龙梦妍不会有什么坏心思了。走，走人，走人。这也太厉害了吧！你这功夫跟谁学的？天呐，陈轩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又有钱又能打，陈轩，我也太崇拜你了。要我说，最不是东西的就是那郭晓东了。哎，那家伙人呢？算了，以后大家看清他是什么人就好。今天就这样吧，都撤了吧。梦妍，你没事吧？刚刚吓到你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陈轩，这里离我家不远，你可以陪我走走吗？好啊。就让那个陈轩一直这样得意下去。哪有那么容易？我敢保证，孙少绝对不会这么算的。而且你忘了，陈轩还在我们家公司实习呢。哼。陈轩，你现在变得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是吗？那我现在是不是更好了？当然，现在的你变得越来越优秀了。不过，你今天晚上得罪了孙天狼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心吧，梦妍，我现在有了保护自己的能力，还有我也会保护你的。喂，爸，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，梦妍？发生什么事吗？哦，没事。我爸问我什么时候回家，我们早点回去吧。哦，走。陈轩，我到家了。回去早点休息。陈轩，答应我，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梦妍，你这是？陈轩，原谅我不告诉你，但我真的不能让你陷入危险之中。虽然我靠系统已经获得了很多产业，但这份实习工作是我辛苦找来的，还是要坚持下去。陈轩，上次你给我的方案我已经给老板了，老板看了非常满意，好好干，加油！谢谢。检测到宿主到达新地点天瑞大厦，是否签到？签到。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天瑞大厦全部业权。价值10亿的天瑞大厦也是我的了，那我岂不是成了公司的房东？
轩哥，听说我们部门最后一个转正的工作好像给你了。这都还是没你的事情呢。轩哥，你就别谦虚了。对了，你听说了没？咱们招秀还要来一个新的，好像是大老板的儿子。郭晓东来了之后，估计还是会继续为难我。不管怎么说，先熬过实习期再说。咱们公司的员工啊，都特别敬业，都特别好。来，大家把手头的活先停一下啊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公司新来的总裁郭总，以后呢由他带领大家一起工作，掌声欢迎！上班时间交头接耳，不用工作吗？啊？对不起，郭总。陈轩，原来是你啊！怪不得上班时间这么不积极。也是，毕竟你现在是公司的大老板嘛。我们晨曦金融这座小庙供不起你这尊大佛了。抱歉，郭总，后面不会了。既然知道错了，那今天的实习工资全部扣除，没有意见吧？知道了。张总监，我要你好好收拾那个家伙，最好让他自己滚。可是郭总，那个小陈的表现，没有可是。如果他不滚，你就给我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没有可是。如果他不滚，你就给我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个陈俊，你过来跟我开会。我吗？对，是你，就是你，过来跟我开会。后面的项目交给你负责。好的，经理。陈轩，你的实习成绩不合格，要不你还是来手里去吧。经理，我的实习成绩明明是最好的，为什么突然告诉我不合格？这个是上面的意思，我只是找账办事儿。至于到底什么原因，你心里应该也清楚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现在就办手续。陈轩，怎么了？这就要走？郭晓东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和你有关。陈轩，这你可就误会我了。我们两个可是大学同学，我怎么可能赶你走啊？我看是不是你实习成绩不合格？是吧，赵经理？啊？哦，对，是陈轩的实习成绩的确不适合留在这儿了。那既然是这样，陈轩，我也没办法留你了。那什么，监督一下离职员工，别让他把公司财务带走啊！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盯着他的。这都是公司的资产，你不能把它带走。这明明是我自己写的方案，我都还没交给公司呢。那又怎么了？只要是在公司写的，那就是公司的财务。轩哥，你也别为难我。陈俊，我倒是没想到，你也是条好狗。陈轩，你只是个被公司开除的废物，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？陈轩，站住！郭总，这家伙想带走公司的机密文件，被我拦住了。干得好！
写的什么垃圾东西？也就你把这玩意儿当成宝了。既然是垃圾，那我当然。不过陈俊说的对，垃圾也是公司的资产，也就配待在垃圾桶里。希望你记住你现在的样子，以后别想踏入金融圈半步。郭总，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。垃圾就该待在垃圾该待的地方。郭晓东，你会后悔的。郭晓东，你会后悔的。真把自己当做金融天才。郭总，我早就看这个陈轩不顺眼了。呸，什么东西！干得不错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多谢郭总。未来科技有点意思，帮我仔细查查这个叫陈轩的。叶总，咱们不是要去晨曦金融看一下郭总的吗？告诉郭老板，我临时有事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郭总，我们叶总临时有事，暂时不能和您会面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叶总贵人多忙，您转告他，我随时随地在这儿恭候叶总的大驾光临。好的。哦，对了，关于未来科技的方案，我们叶总很感兴趣，希望郭总能尽快准备好完整方案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赵经理啊，你马上去叫那个陈轩，让他把方案给送过来。哎，好。哎，不是，郭总，那个陈轩他离职了，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你们给他转正了吗？麻烦您转告叶总啊，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安排的妥妥当当的，你放心。好的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天郭少来上班，然后就让我把陈轩给开除了，还有那个方案好像也给扔了。这个孽脸东西，那你想要干什么？你马上让他给我滚进来！还有那个陈轩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让他回公司上班。爸，找我干什么呀？我正忙着熟悉业务呢。你个败家子，谁让你把陈轩开除的？爸，他就是个废物！你给我闭嘴！马上把陈轩给我请回来！你知不知道，天美金融的叶总非常看好他的方案。天美的叶总看好陈轩，那怎么可能？爸，我和他是大学同学，他什么样我最了解。有什么不可能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废物呢？我可告诉你，我不管你们之前有过什么过节，总之和天美合作才是重中之重。你一定要把他给我请回来，知道吗？郭晓东，你会后悔的。陈轩，又是你，凭什么所有人都看好你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人给我叫回来！这就去了。原本还想着先完成实习再说，但是现在我或许能在天瑞大厦创业。陈轩，陈轩，等等我，我有话对你说。赵经理，我和公司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陈轩呀，刚刚我替你对郭董求情了，他说这一切都是误会。误会？对，你的实习成绩非常优秀。郭总一定要让我把你留下来。不仅如此，郭总还点名让你负责和天美的合作项目，这对于你来讲是天大的好机会呀！不必了，我对贵公司没兴趣。没关系。你这还是在生气吗？我知道，公司开除你是公司不对，但是晨曦金融在行业里已经是最顶尖的公司了，现在能让你回来，对你的职业发展是有好处的。赵经理，谢谢你之前的照顾，但是晨曦金融我不会回去了。哎呀，
陈轩呀，你要是拒绝，可就真的得罪郭总了。那又如何？你就是陈轩？你是？你是？刚刚在电梯里的那个人？陈轩，这份未来科技策划案是你做的？是。天美金融总裁叶一茜，加入我的团队吧，我可以给你100万年薪。100万年薪？没错，虽然你刚刚毕业，但我觉得你值得这么多。待在晨曦金融，确实有点埋没你的才能。我能问为什么吗？就凭这一份策划案？这份策划案做的的确不错，但真正打动我的是你本人。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就能有这样的见识，我相信你的潜力一定超乎所有人的想象。怎么样，考虑一下加入我的公司？叶总，实不相瞒，您给的待遇我非常满意。但是抱歉，我不能加入你的公司。难道你还留恋晨曦？不，晨曦科技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留恋的地方了。我是有自己的选择。哦，据我所知，江城似乎还没有比我们2家更大的公司。是，所以我想成立自己的公司。如果叶总信任我，也可以投资入股。开公司，金融圈不是过家家。陈轩，我想我要收回刚刚对你的评价。叶总，您是认为我没有开公司的能力吗？没错，想要混金融圈，靠的不仅仅是才能，更需要实力和资本。陈轩，你别告诉我，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有什么能让人侧目的资本？叶总，论资本的话，叶总觉得天瑞大厦怎么样？天瑞大厦地处市中心核心地段，价值数10亿。天瑞大厦的确还算一个不错的资本，不过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这座天瑞大厦，刚好在我的名下，未来也将是我公司总部。你是说你是天瑞大厦的业主？你没跟我开玩笑？怎么样，叶总，要不要跟我合作？立刻帮我查一下天瑞大厦幕后业主的资料。我承认，我的确看错你了。说吧，怎么合作？老板，我已经找过陈轩了，可是他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回来了。一个刚毕业的学生，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从来没有人敢拒绝我郭振海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不是这件事，你们知道吗？天瑞大厦最近刚入驻了一家叫点金科技的公司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听说过，他们还直接占了5层楼的办公室，那个开业盛典搞得也是相当的精彩和热闹。只怕是来者不善啊！天瑞大厦已经很久都没有进驻过金融公司，真是大言不惭，还敢叫自己点金科技。爸，要不我找几个人把那个破公司砸了得了。你能不能有点脑子？天瑞大厦是什么地方？能进驻天瑞大厦的，谁还没点实力？而且我已经查过了，就连叶一茜都仅仅是点金科技的股东之一，真正大老板是谁，我到现在都没有查到，非常神秘。这个点金科技这么厉害？没错，趁着他们刚开业，咱们过去看看，了解一下这个点金科技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走。哟，陈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该不会是来找工作的吧？
我来这里做什么，跟你没关系吧？小陈啊，之前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是小东做的不对。回晨曦吧，我准备给你安排一个副总监的职位，如何？不用了，郭总，我在点金科技挺好的。陈轩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点金科技这么大的公司能要你？告诉你，我爸让你回去是给你面子，别给脸丢了。至少点金科技没有像郭少这样的废物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的。哎，年轻人，我劝你说话还是不要太狂妄。金融圈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啊！点金科技这么大公司规模，能给你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什么待遇呢？这就不劳烦郭总操心了。哎，不过是一个小角色而已。咱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去见点金科技的老板。哟，叶总。郭老板，什么风把您给吹了？我这不是听说叶总在我们天瑞大厦又新开了一家公司吗？我特地上门道喜，叶总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郭老板了，我也只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。哦，那我倒更是好奇，是什么样的人物能让叶总都只甘愿当一个股东呢？能否为郭某人引荐引荐啊？郭总真的想见见这位神秘老板吗？当然了，不知道叶总是否愿意帮忙啊？好，我现在就带郭总去见见这位神秘老板。郭总，我带了2位客人，他们想住什么？请进。啊，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先进去看看再说。陈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陈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当然是工作，难道你没听到吗？我就是点金科技的老板。我呸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叶总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他就是被我开除的一个废物而已。你确定要和这个废物合作？陈轩是我的合伙人，我今天看在郭总面子上，就给你一点小教训。要是你下次再敢污蔑他，我叶一茜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陈老板，之前是郭某看走了眼，既然如此，我晨曦便出资10个亿和你们点金合作，一起来开发未来科技项目。抱歉，我没兴趣。陈轩，未来科技项目非常大，光凭你自己是做不起来的。叶总，你信他？一个黄毛小子，他懂什么金融？你和我晨曦合作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我相信陈轩的眼光，既然他觉得你们晨曦科技不行，那我们的合作就此作罢。你好，叶总，你说的这个黄毛小子，甘愿放弃过几天的金融峰会吗？郭总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这不是威胁，我只是想和叶总好好聊聊。什么金融峰会？是天龙财团举办的金融峰会，据说会有上百亿美国公司加持。之前和郭振海谈过，要聊很峰会。叶总，我想是不需要我提醒你，如果没有了我郭家，单凭你天美集团是很难能拿到投资峰会项目。到那个时候，损失最大的恐怕是你吧。跟我起合作，对你们郭家有什么好处？没有了你叶一茜，我郭家照样可以和其他人合作。实在不行，我也没有任何损失啊。反倒是你前期投入了那么多资金，如果拿不到金融峰会的投资，损失恐怕要比我严重得多。郭振海，你到底想怎样？理直说。很简单，第一，未来科技项目，我要分一杯羹；第二，我要让这个小子在江城的金融圈混不下去。
陈轩，我早就说过，没有人可以拒绝我郭振华。既然这样，那金融峰会的投资我就不用了。叶一茜，你当真为了这个毛头小子要放弃金融峰会的投资？这跟陈轩无关啊，是我觉得你们郭家不值得我信任。很好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我倒是要看一看，如果失去了金融峰会的投资，你怎么和天美金融那些股东们交代？谁说没了你郭家，我们就会失去金融峰会的投资？李总，我们点金科技愿意作为你的合作伙伴，陪你一起拿下金融峰会的投资。陈轩，你知道金融峰会是什么级别的会议吗？你连开公司的钱都是叶一茜给你投的，还想参加金融峰会？哈哈哈哈！你这个年轻人啊，还真是狂妄的，让我对你有所改观了。叶总，难道这个就是你看好的合作对象？陈轩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金融峰会的要求太高了，我们达不到的。叶总，你相信我，我绝不会让你失望。既然是天龙财团的投资峰会，那我身为天龙财团的股东之一，拿下投资应该不是问题。好，那我倒是很期待你到时候拿什么来获得天龙财团的青睐。对了，提醒一下，记得把前期的房租续了，否则下个月你们就得搬走。胡说！天瑞物业早就和我们谈好了。走。你真的要赶他们走？对付苍蝇就得断路，整个天瑞大厦不需要别家金融公司了。你个败家子儿，得罪了陈轩，给我招来一个这么麻烦的对手。我也没想到陈轩这小子能得到叶一茜的青睐。哎爸，你说陈轩该不会是他养的小白脸？叶一茜这种层次的人物是不可能为了儿女私情而舍弃公司利益的。这个陈轩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。你给我详细说说他。我知道，陈轩这小子手底下产业不少。看来我是低估这小子了。光是天悦酒店和皇家商 K 加起来就价值不菲。或许这小子还真有可能在金融峰会上崭露头角。那怎么办，爸？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陈轩踩在我们头上啊！谁让你做事不动脑子？对了，上次你不是说他得罪了孙家的孙天狼吗？是的，这家伙真是不知死活。孙家可是江城首富，连孙天狼他都敢得罪。既然是这样，咱们就这么做。我们不如和孙家合作。放心吧，爸，我这就去找孙天狼。哎，对了，陈轩说的那个续租的事儿，你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可别再给我出岔子了。爸，你放心，物业那个王经理早就答应了，不仅跟我们续约3年，而且还给我们打折呢。好，总算是有个好消息了。你看，刚说完王经理就给我来电话，估计是签续约合同的事。喂，王经理，续约合同准备好了是吧？刚刚上面通知不会再和你们晨曦科技续约了，下个月你们就抓紧搬走吧。什么？不跟我们续约？为什么呀？喂，王经理，我是郭振海，这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呀？我们之前一直合作的挺好的呀。郭总，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，但这是大老板直接下的命令，我们也只是按照命令办事，还请您谅解。你这是又给我得罪了什么人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爸。现在没有办法了，你快去找那个孙天狼，孙家也是天瑞大厦的业主之一，他们帮忙，或许就能续约了。
快去！我这就去办。孙少，之前的事儿都是误会，我给您赔罪。这次合作，您可得多帮衬帮衬我们国家。帮衬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我看上卢梦言了，想娶她，你得让她点头答应。能嫁给孙少，那是天大的好事儿。卢家居然敢拒绝，卢鼎国那老东西自然不会拒绝，但卢梦言那臭丫头，很不给我面子。卢梦言的性子确实很倔，他不同意的事儿，确实很难办。不好办是你的事，想得到我们孙家的认可，没那么简单。孙少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对了，孙少，卢鼎国最在乎的就是卢家传下来的药厂，我们可以……我果然没看错，你小子够狠。给孙少办事儿，应该的。算你懂事，事成之后，孙家资源随便你用。谢孙少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妍妍，那孙天狼是孙守护的儿子，你嫁给他不吃亏呀？不，我打死都不会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。你别告诉我，你还想着陈轩那个臭小子吧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死了这条心。爸，陈轩他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了，你就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吗？老叶，不好了，我们刚谈好的海外公司被国元医药抢走了，他们出的价格只有我们的1半。国元医药，他们哪来的资金呢？不知道，国元医药还得到了一个秘方，或许很快就要占领市场了。老爷，您赶紧想想办法吧，不然卢家马上就要破产了。好，这卢家的家业就要毁在我卢鼎国的手上了。卢叔叔，别来无恙啊！卢叔叔，我知道您现在很难，只要梦妍嫁给孙少，孙家不仅能帮您夺回订单，还能让卢家药厂起死回生。郭晓东，这件事儿也出自您的手笔吧？卢叔叔，这您可就冤枉我们了，我们也是一片好心呐。现在国元医药厂拿到了10亿投资，一旦他们量产新药，你们卢家药厂还能坚持几天呢？郭晓东、孙天狼，你们无耻！哼，你也可以选择不嫁，但卢家破产的后果，你们承受得住？爸，你别这样！妍妍，这卢家是几代人的心血，不能毁在我手里啊！是，爸爸没用，可这婚事……我给你1天时间考虑，明天这个时候，要么答应婚事，要么等着卢家破产。1天。哎，孙少，妍妍，你看到了，咱们家撑不下去了。好，我嫁，我答应嫁给孙天狼。好女儿，爸爸对不住你。只要能保住卢家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陈轩，对不起，或许我们注定有缘无分。这是孙家旗下环球金融中心5A 写字楼的租赁合同，新签3年，不好意思吧？孙少，这租金也太低了吧？江城环球中心可是江城地标啊，
这市场价年租最少5000万，跟我客气什么？另外，郭少，这是孙家为您准备的100亿投资意向书，专门用于支持晨曦金融参加金融峰会。100亿投资，孙少，你可真是我们郭家的贵人呐！有了这笔钱，这栋楼，我看陈轩那小子拿什么跟我斗？该支持的我都给你了，别让我失望，不然的话，孙少，你放心。哟，这不是陈轩吗？怎么来蹭会的行头都这么寒酸？麻烦借过。借过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天龙财团的金融峰会，是你这种小公司老板就能进的？没有邀请函，你休想进去。这位先生，请出示邀请函。我是点金科技的老板陈轩，是来参加这次峰会的。我的邀请函在叶总那里。老板，别逗了，哎，他就是之前给我们郭家打工的，早被我开除了。保安，把这骗子赶走啊！对不起，先生，请离开。检测到宿主到达金融大贺会场，是否签到？签到。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天龙财团10%股份。加上之前的签到奖励，我现在拥有天龙集团20%的股份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是来参加峰会，不信的话可以打电话给叶总。对不起，这位先生，如果你没有邀请函的话，就请离开，要不然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对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你要给我好好收拾，打残了，算我啊！副总，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宁副总，这小子想混进去，我正帮您清理门户呢。他说谎。宁副总，陈轩是点金科技的老板，也是我的合伙人。放肆！点金科技是天龙集团邀请来的贵宾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竟敢拦他！对不起，陈总，对不起，叶总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抱歉，陈先生，这次是我们接待有问题，我会立刻开除他们，还望您包涵。对不起，这位先生，请不要开除我们。站住！怎么了，宁总？这件事儿从头到尾都是你搞出来的，现在拍拍屁股就想走人？对，就是他说陈先生是骗子，所以我们才为难陈先生。宁副总，那您的意思？给陈总跪下认错，否则郭家将退出此次金融峰会。我给这个废物道歉。不行，要是孙天狼知道我连金融峰会都进不去，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陈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。希望你下次再找麻烦的时候，麻烦动点脑子。陈轩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陈总，这次的峰会高手云集，您此次来的目的是？我答应了叶总，要把点金科技拿到天龙财团的投资。这恐怕有点难。我听说郭家拉到了孙家的100亿投资，怕是对他的竞争对手。林总，我暂时不想暴露我在天龙财团的身份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您就按正常的培训流程即可。明白。那你有需要随时找我。好。
欢迎各位光临金融峰会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晨曦科技总裁郭晓东先生上台发言。各位，晨曦金融有孙家100亿支持，必将成为江城金融的新标杆。我看有些小公司就别来凑热闹。那太可怕了吧！郭家加上孙家，这简直就是王炸组合呀！是啊，这咱们谁能争得过啊？我们还是看看谁给哥哥吧。好，感谢郭总的精彩致辞。接下来有请点金科技总裁陈轩先生。陈轩，看见了吗？这个就叫做实力。你的点金科技，迟早被我踩在脚下。我要向各位展示的是，我们点金科技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项目——未来科技。它的存在必将推动整个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。经评审团一致决定，本次金融峰会的最终合作方式，点金科技啊！本次金融峰会的最终合作方式，点金科技啊！我不服！论资金实力，点金科技拿什么跟我们比？的确，你们郭家凑齐了100亿资金，确实很了不起。但我们天龙财团最不缺的就是钱，我们要的是可以看得见的未来，而不是假大空的想象。就这一点，你们比不上点金科技。陈总，我是瀚海集团的，可以跟您合作吗？啊，你好，你好。陈总你好，我们是天美集团的，希望有这个意向跟您合作。好的。陈总你好，我是张氏集团的，希望你给我们一个机会。好的，一定。陈轩，你别得意，你拿到投资又怎样？卢梦妍明天就要穿着婚纱嫁给孙天狼了。你说什么？跟他比，你永远是输的那一个。哈哈，孙家可是江城首富，我们郭家背靠孙家，依旧可以活得风生水起。你就等着梦妍穿着婚纱嫁给别的男人吧。啊！陈轩，答应我，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难怪那天梦妍看着那么不对劲，不行，我不能看着梦妍嫁给自己不爱的人。老爷，小姐真好看。不怪我无能啊，还得牺牲女儿的幸福。唉。陈轩，你怎么来了？梦妍，你真的要嫁给那孙天狼？陈轩，你走吧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是什么人？敢来这里胡闹？管家，给他轰走！你们谁敢欺负陈轩？伯父，梦妍不该为了卢家牺牲自己。妍妍和孙少的婚姻，这是我们两家的大事，轮得上你来插嘴吗？更何况，要是没有孙家，我们卢家就得破产。你想让妍妍跟着你过那一贫如洗的日子吗？如果说我可以帮助卢家解决所有问题，伯父，你是否可以答应解除婚约？就凭你？是。为了梦妍，我会竭尽全力。好吧，如果你真能解决我卢家的问题，我就去解除婚约。
喂，什么？我马上就过去。我们要开工资，再不发我们工资，我们就把药厂搬跑。你看，都看，放我进去，财务出来，给我开工资。领导们干什么吃的？你们是？我们开工资，开工资，开工资，我们要开工资。这就是我们药厂现在遇到的问题之一。来吧，我看你怎么解决。检测到宿主进入百元药企核心区域，是否激活签到？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宫廷秘方9转回春丹，含完整炮制工艺以及现代临床改良方案，市场估值超50亿。再不开工资，把你们药厂全部搬空！各位，我是来解决大家问题的。你是什么人？我知道大家的工资已经拖欠好几个月了，我今天来就是来给大家发工资的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我现在就请财务给大家打钱，而且每个人再额外多发1个月工资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终于发工资了，终于发工资了，太好了！好，终于发工资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终于发工资了。哼，是光有钱是不够的，我们现在缺的是跟国元医药竞争的好药，这个你怎么解决？哼。陈璇，这是国元医药新研制的养血丹，用了100年秘方，全面碾压我们卢氏的产品。现在媒体上都说我卢家的药还不如那狗皮膏药。我承认你的资金确实解决了我现在的困难，可是要打败这国元医药，咱得有好的产品啊。这是孙家给我提供的药方，都是国药级，有了这些产品，才是我们药厂的立命之本呐。陈轩，我们现在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伯父，我这里有个方子，你看看。9转回春丹，你从哪儿找来的？没错，这是失传已久的宫廷秘方，但是金箔入丹的工艺就能使国服医药的治疗点。陈轩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方子从哪儿来的？伯父，你先别管这方子怎么来的，您就说这方子能不能帮助卢家击败国元医药？哼，有了这个方子，我能打得他国元医药找不着北。但是这条件是，这药方可得是真的。陈轩，王教授去验这个药方子，如果这方子无效，你可别怪我拆散你和妍妍啊。伯父，您放心，这药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系统出品应该是精品吧？董事长，这点呀，这药不仅能治贫血，对术后恢复效果更是惊人，市场价值至少50亿。陈先生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多有得罪了啊！谢谢呀。伯父，您客气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需要这么客气的。对，一家人，叔叔不跟你客气。伯父，除了这药方，我还会给药厂再追加10亿投资。好，有了这笔资金的注入，生产线扩建的方案就可以启动了。伯父，那您之前答应我的事情，我现在马上就去孙家取消婚约。那这给你。谢谢。忙了一天，连杯茶都不请我喝。好吧，那你进去坐坐吧。好。
陈轩，谢谢你帮我们家族解决了危机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梦妍，举手知道而已。不用这么客气。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，但对于我们家族来说却是救命之恩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你如果真要报答我的话，不如我给你去拿个水。轩轩，你快起来！如果我说我不想起来了，你别这样，梦妍，我喜欢你。我也是。终于可以承认了。太欺负人了。废物！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丁国那个老东西怎么敢悔婚？孙少，肯定是陈轩那小子搞的鬼，也不知道这小子从哪儿弄来的秘方。我不管，我必须得到卢梦妍，你得想办法，否则我让你和你爸一起滚出疆场。孙少，要不让陈轩彻底消失，只要他死了，卢梦妍还能嫁给谁呀？有点意思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记得孙少名下是不是有一个地下黑拳馆？要是陈轩去打黑拳，不小心被打死了，也很正常吧？陈轩现在身价至少10亿，你认为他会去打黑拳？陈轩自然不会去打黑拳，但如果为了卢梦妍的安全去打，很合理吧？好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再出差错，后果你当主。孙少，您放心。梦妍，你看这个香奈儿新款包包，配你昨天那条裙子简直绝了！听说今天要限量发售呢，咱们去看看。可我下午约了陈轩谈药厂扩建呢。哎呀，就逛一小会儿嘛。再说了，你马上要订婚了，不得买条新裙子？那好吧，哎，梦妍，你看那个钻扣包，导购说就剩最后一个了，你快去试试吧。我肚子突然有点痛，我去个洗手间啊，你先去吧。喂，陈轩，想救卢梦妍，一个人来晨曦废弃仓库。他怎么了？少废话，不来就等着替他收尸吧。朋友们，今晚超级加爆，最终胜利者的奖品就是他。陈轩，看见了吗？你女朋友就在那儿，想得到她，打赢3场。如果你输了的话，陈轩，快走，别怪我。怎么样，陈轩？你敢上台吗？不敢的话，就赶紧滚。我想走。死定了！
北极兄，待会儿给我往死里打。啊！永春，陈玄，小子，把你撕碎！萱萱，废物，给我一起上！给我往死里打！你选的这些人，袁才，不可能！你怎么这么能打？放了诺言，否则的话，裴轩，你再敢动一下，我就杀了他！萱萱，你快走，别管我！好，我不动。顾晓东，你放了他。晚了，孙少，现在就废了他。很好，陈轩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再打一个试试。很好，陈轩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再打一个试试。废物，跟我斗，还真把自己当超级英雄了啊！萱萱，放开了，你们别打萱萱！拍下来发给媒体，就说陈轩欠赌债，腿被打断。不许动！你们被包围了！怎么会有执法队？你们真当我是白痴吗？遇到绑架这种事情，最该做的不就是先报警吗？陈轩，萱萱，你怎么样？冬叶，你不要哭。我说过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萱萱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医生说你肋骨骨裂，还有轻微脑震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孙天伦和顾晓东呢？你放心吧，他们都已经进监狱了，会受到法律的惩罚的。莫言，有件事我必须现在做，你能帮我拿下我口袋里的东西吗？这是什么？我在黑拳场被打倒的时候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你。以前总想着等稳定了再向你求婚，现在才懂，活着就要抓住你。莫言，我想问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，我愿意。
都怪你！要不是你说绑架能解决问题，我们至于被判无期吗？我怎么知道陈轩这小子这么能打？孙少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爸也被关了，我们孙家这次彻底完蛋。你们孙家都废了，你还有什么好嘚瑟的？你要好好待他呀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会一辈子对梦妍好的。检测到宿主完成人生重大里程碑，是否激活签到？签到。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一对双胞胎。傻子，你笑什么呢？梦妍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以后会有2个宝宝。